卫，现在营建业可以说是正处于寒冬，对吧？如果你有在盯财报，摊开华尼2026年第一季的合并营收17.59亿元，直接年减了9%。说真的，这数字乍看之下，你一定会觉得哇，这状况很不妙吧？但等等，先别急着下定论。如果我们纯粹只看表面的营收衰退，的确会觉得害怕。可是，如果我们切换到资深分析师的视角，扒开财报的底层逻辑来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华尼体质有史以来最健康的特征。这绝对是一场极度反直觉的逆袭。简单来说，他们正在玩一套双轨转型，本业靠着科技建厂的红利进行防御性的扩张，而新兴事业呢，正靠着精准的跨国并购迎来高毛利率的根本质变。你身为一个敏锐的投资人，现在脑袋里一定冒出一个大问号。房地产市场明明在结冰，传统建材的销量也都在下滑，那为什么华尼整体的营业毛利率还能从去年的20%一口气暴冲到28%？这根本完全不符合传统景气循环股的逻辑吗？没错，这正是那套双轨转型发挥的地方。其实建材本业的客户结构早就已经悄悄改变了，再加上高毛利电子感测产品的并购效益，在第一季迎来了超级大爆发。两个引擎同时点火，这家公司你真的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水泥股来给它定价了。首先，我们直接切入第一部分，来看看这座本业大水库传统建材的护城河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质变。来看这个结构，预拌混凝土的占比高达63%，依然是绝对的主力。另外，石膏板占了12%，而且华尼是全台唯一的国内生产商，市占率超级夸张，高达93%到95%。但你可能会吐槽，这护城河听起来很深，可是如果大环境没人盖房子，这些护城河不就成了干枯的烂泥沟？这不还是得看房市脸色吃饭吗？其实啊，如果你这么想，就忽略了最关键的客户结构质变。华尼的传统强项一直都在中南部，台南加上高雄的营收占比超过70%，但现在推动他们营收的最大主力，早就不是一般住宅了，而是台积电在新竹、台中、南科的超级厂办工程，还有大型的公共建设。我们拿高雄来举例好了，厂办的占比已经从45%跃升到53%。刚才提到那个近乎垄断的石膏板，它最大的客户有高达52%是来自厂办，甚至还顺利导入了桃园机场第3航厦。也就是说，华尼早就把鸡蛋安全的移到了那些不管景气怎样都不得不盖的科技大厂里了。好，就算需求端稳住了，那成本端呢？国内水泥原料依赖进口，这一直是一大隐患吧？这绝对是个直指核心的好问题。针对这点，华尼正在强力推动供应链的垂直整合。他们透过环中国际从台中港进口来确保来源，但更核心的杀手锏是高雄阿联水泥厂的大规模设备整改。这个计划设定在2027年第一季就要进行第一阶段投产。他们的野心很大，目标是达到100万吨的全自产自销，要把每一吨的生产成本压缩到极致。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来聊聊这份财报里最让人兴奋的财务爆发点 ——TechScan 并购的综效，以及他们藏在背后的转投资金鸡母。说到转型，一家老牌的水泥厂居然大跨界跑去美国波士顿买下了 TechScan， 这步棋到底走通了没？我们直接用最冷酷的数字来说话。在2026年的第一季的财报里，电子事业部，也就是其他部门的营收，从去年同期的0.04亿元，直接暴冲到了1.28亿元。各位，年增率是3366%，这不是打错数字，这是真金白银的入账，证明他们绝对不是在画大饼。你一定很好奇，去年11月才砸下1666万美元完成并购，怎么才过了一个季度，就把整体的营业毛利率从20% 拉抬到28%？核心机密就在于跨国分工的综效。他们非常聪明的把 TechScan 在美国的品牌通路直接接轨到台湾高雄厂的低成本在地化生产，用台湾强大的制造降本优势去吃下美国高达70%的高毛利市场，而且技术应用超级广，一路从智慧医疗床、工业半导体量测，甚至已经前瞻布局到了 AI 机器人的灵巧手跟电子皮肤，这完全是高科技公司的玩法了。不过，科技市场反转的风险必定极高。华尼资产负债表上高达38%的长期投资，真的有足够的底气让他们去烧钱研发吗？这点你大可放心，因为那是一座坚不可摧的财务靠山。华尼透过权益法持有了近30%的汽车轮圈大厂六合机械股权，这笔投资的账面价值高达118.25亿元。
虽然第一季的营外收益稍微波动，年减了24%，但配合其他金融资产，这头现金牛为环拟筑起了每股净值高达36.38元，以及单季综合损益总额7.97亿元的超级安全网，底气可以说是稳如泰山。好，到了第3部分，展望检视。我们不能只听公司讲好听话，得拿放大镜来严格核阅管理阶层过往的承诺跟实际进度。我们先看坏消息，2026年第一季建材的销量可以说是全面下滑，混凝土大减了17%，水泥减了15%。如果照这个衰退速度，对比他们2025全年达到79.2亿元的营收目标，今年的业绩是不是准备要跳票了呢？达标的压力现在可以说是全压在今年中南部新厂的营收贡献上了。虽然本业销量下滑是产业大环境的非战之罪，但你看管理层是怎么补这个缺口的。电子事业部当初喊出的年度营收5亿目标，第一季实际做到了1.28亿元，折算成年化营收大约就是5.12亿元，可以说是精准符合预期。另外在产能建制上，麻豆厂已经加入营运，嘉义厂预计2026年年中加入，阿联水泥厂则是2027年第一季投产，所有进度完全照表操课，没有拖延。最近 AI 相关概念股涨飞天，持有像缓泥这样的传产铁定会有严重的相对剥夺感。不过抛开股价的喧嚣，这绝对是一个帮自己增广见闻的好机会，去搞懂一家老企业是怎么一边防守本业，一边跨界到前沿科技。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马上进入我们的第4部分，这是很多聪明散户最关心的一块，利用环球压力感测的3部曲路线，以及他们长期的 IPO 蓝图。环泥布局压力感测其实超过10年了，但过去年营收常年卡在1亿元左右。这次不但买下了美国 TechScan， 还投资了灵光，甚至放出独立 IPO 的风声。侯氏兄弟这到底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棋？其实他们正在执行一个非常清晰的3阶段进化。第一阶段从2013到2024年是硬体微型化，他们避开了 PCB 的红海价格战，成功研发出半导体级的微型压阻感测阵列。第二阶段就是现在2025到2026年的软体与规模补强，靠着收购 TechScan 取得40年累积的压力校准演算法，直接克服了薄膜感测天生会讯号漂移的物理硬伤。预估今年电子营收上看5到6亿，将跨过损益2平点转亏为盈。而最猛的是未来的第3阶段视触双觉融合，他们联手灵光要把触觉演算法跟边缘运算视觉 CIS 晶片整合成单一的智慧感知模组。当对手还在卖单纯的感测片时，环泥已经升级成 Tier 1级别的 AI 机器人感知系统提供商了。您想想看，如果这2年获利基础打稳了，最快在2027到2028年，也就是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类永环球正式启动福岛登陆新贵。到时候市场对它的定价将会从传统建材股的10倍本益比，直接跳升到 AI 概念股的30到40倍。这会引发母公司多么疯狂的资产大重估，这就是标准的母以子贵。接下来第5部分，我们要来做一场残酷的考验——环境会计与碳定价防疫的财务压力测试。前面听起来前景大好，但传统产业现在其实面临着一个终极大魔王。2025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碳费时代，水泥业绝对是首当其冲。如果未来碳价涨到每吨1000元，这会不会一口吞噬掉环泥所有的转型利润？这个质疑非常一针见血。但当我们用财务模型去算，财报却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环泥对碳费几乎是免疫的，他们在2026年第一季主动认列的碳费负债准备，单季竟然只有区的47.8万元，占当期税后净利的比例仅仅只有微乎其微的0.16%。冲击只有0.16%，这怎么可能？难道他们账上没有因为碳费风险提列庞大的资产减损吗？答案是完全没有认列任何资产减损。因为如果你看它的财务结构，这家公司长期维持着18%的极低负债比率，流动比率更高达174%，碳费准备占总负债甚至只有0.058%。这是一堵极度厚实的防御高墙，安全边际可以说是拉到最高了。你一定会问，那他们是怎么把这些环境成本消化掉的？直接涨价塞给客户吗？不是的，他们靠的是绿色溢价与产品结构转型。他们量产石灰石水泥，研发100%回收的石膏板，全线陆续取得碳足迹标签。这招非常聪明，这让他们能精准卡位那些对 ESG 有刚性需求的科技厂办绿色供应链。
当科技大厂为了符合国际标准必须采购绿色建材时，环宁自然而然就把环境成本给对冲转嫁出去了。最后来到第6部分，我们的终极对辩，探讨环泥逆势扩厂的矛盾，以及你必须紧盯的4大风险。现在灵魂拷问来了，既然房地产不景气，本业销量全面衰退，为什么环泥还要接连在南部的麻豆、嘉义砸钱增设混凝土厂站，甚至还用传统业务的现金流去供养一个第一季研发费用暴增78%的电子事业？这决策难道不矛盾吗？其实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大者恒大的防御性扩张。当小厂因为景气寒冬跟碳费负债纷纷撑不下去退场时，环泥利用它极低的负债比逆势卡位科技廊带，单单一个嘉义新厂预估就能贡献3到4亿元的营收。这就是用本业稳健的现金流当防护罩，掩护电子事业去进行攻击型的 AI 感测转型。当然，身为投资人，你还是得把这4大风险放在心上。第一，营建景气持续衰退的波动；第二，国内水泥原料不稳，依赖进口；第三，像六合机械这类营外收益的波动性；最后，就是电子研发费用大增78%与未来的碳费环境成本是否会超乎预期的侵蚀利润。所以讲到这里，把所有的数据摊开来看，这到底是一场在企业风暴中盲目走钢索的豪赌，还是精密的逆势收割？从数据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极度精密的收割，但是市场给的转型窗口期其实非常短。环泥的电子事业能不能跑赢传统营建衰退的速度，这将决定它未来10年的天花板在哪里。下次当你看到这家老牌水泥厂的财报时，千万别被它灰黑色的外表给骗了，因为你看到的可能是一颗正在快速孵化的强而有力的人工智慧感测心脏。